我记机礼那天，醉酒被在家中寄读的穷书生破了身。自此往后，我的人生再无顺遂安稳。丞相府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，嫁妆一台，即刻出门，别留你继续祸害门风。爹娘恼怒，将我草草下嫁，只有长姐给我添了嫁妆。妹妹，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姐姐接济。那时的我以为只有姐姐是真心待我，后来我才知，那一年姐姐高价王府，而我这个真千金屈辱地下嫁进书生的茅草屋。3年后，我被书生折磨出一身重病，逃回京城求长姐救济。人人都赞长姐心慈，说她虽是假千金，却是丞相府培养多年的珍贵女。我满心期待地来到太子府找长姐，以为她一定会帮我。去，哪来的叫花？正是太子府，赶紧滚点！我要见我姐姐太子妃。来人，快去禀报太子妃，江锦和来了。此时的姐姐已经成了尊贵无比的太子妃。哪来的乞丐敢冲撞太子妃？而我浑身狼狈，与乞丐不言。殿下，这是我那远嫁松阳的妹妹江锦和，就是3年前在集礼上醉酒与书生厮混的那个。殿下进去吧，我来安置好妹妹。外头冷，别待太久。好的，殿下。妹妹这是得了什么脏病啊？姐姐救我！端他该死，他打残了我的脚，还把那脏病传给了我，我不想给他偿命。妹妹呀，你真以为我当年给你添嫁妆是心善？你那杯酒是我下的药，断缘是我安排的，那天所有捉奸的人也是我引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真千金，爹娘眼里还有我吗？陈王妃的位置还有我的份吗？我不毁了你，今日跪这里等死的就是我。妹妹啊，20年前我替你做了丞相府千金，20年后我替你做了这太子妃。你这一生的气运都注定被我抢在手上，你啊，认命吧！若有来世，我一定要成为这里的女主人，把害我的人都踩在脚下。这是他，我的手没有烂疮，脸也没有伤，我没有死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一切开始的时候。妹妹，今日你及笄，姐姐敬你一杯。强势就是喝了这杯酒，我的一生才过得凄苦悲惨。愿你往后事事顺遂，觅得良缘。多谢姐姐厚爱，妹妹先干为敬。姐姐且慢，陈王殿下今日也来观礼，方才我见他一直往这边看，似乎是想等姐姐敬一杯。听闻圣上有意让王府与相府联姻，这等场合，姐姐不去敬杯酒，怕是要落人口实呢。前世他敬完酒，就将那杯子砸了。王爷，今日相府大喜，锦荣替妹妹敬您一杯。那杯淬了毒的酒入了陈王的口。姐姐递给我的那杯酒，成了我与准姐夫的暖情酒。顾九昭是未来的太子，是姐姐的意中人，更是我的准姐夫。前世我无意强迫，但这一世可不好说了。别怕，我带你走。这毒一旦入口，女人瘫软如春水，男人则会兽性大发，不及时疏解，便会血液逆流而亡。锦荣，夏，你叫错了名字，往后你会记住的。江锦荣是我姐姐的名字。姐姐递给我的那杯酒，竟成了我与准姐夫纠葛的端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还要抢走姐姐最心爱的男人。那杯酒是毒，也是药，姐姐赠我的，我原样奉还。殿下，这药力会成全谁，你自己来选。上一次这样看他，还是在前世是那个冬天。妹妹这是得了什么脏病啊？哪来的乞丐敢冲撞太子妃？殿下，
这是我那远嫁松阳的妹妹江锦和，就是3年前在集饮礼上醉酒与书生厮混的那个。外头冷，别待太久。妹妹怎会得这种脏病？姐姐，段源他娶了我后，夜夜去青楼，花光我的嫁妆，醉酒了打我，我这双腿是被他打断的。他还从外面带了病给我。松阳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忍无可忍，砸破了他的头。松阳像现在通缉我，爹娘对我闭门不见。姐姐当年说过，若妹妹走投无路，可来求你救济，求姐姐给我条活路吧。段源死有余辜，我不想为他偿命，我会浑身花柳般，好疼好脏啊！我当年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早料到你嫁给段源必定生不如死。姐姐说什么？你还没回过神来啊？当年集逼礼上，姐姐给你的那杯酒下了迷药，而段源是我一早就安排好的，我让他守株待兔，等你彻底失去理智，便让他接近你。我会掐着时阵，带着宾客，刚好撞见你们的丑事，你江锦和就此身败名裂，决意不到好婚事。为何你一回来我就成了笑话？原本我是爹爹娘亲捧在掌心的明珠，你的出现却让我成了最廉价的榆木。我花了那么多心血才让陈王多看我2眼，你一出现一切都要毁了。我不使点手段，今日惨的就是我。好在现在我是太子妃，你是乞丐婆。妹妹啊，20年前我替你做了丞相府千金，20年后我替你做了这太子妃，你这一生的气运都注定被我抢在手上。你啊，认命吧！妹妹，你躲哪儿去了？丫鬟说看到你进了这边花园，怎么不见人？怕不是跟哪个情郎私会去了吧？到底是那种女人养大的。敢算计本王！我在厢房休息，是王爷醉酒冲进来，对我……不可能，本王酒量极好，今日根本没碰几杯酒。可王爷分明醉得满面通红，理智全无，无论我怎么哭喊都没用。那不今日也只喝了1杯药？是姐姐亲手递的，我记得王爷最后喝的也是姐姐的酒。我今日也只喝了1杯酒，是姐姐亲手递的，我记得王爷最后喝的也是姐姐递的酒，难道是姐姐？若真是姐姐存心算计，我与王爷都不能在此置酒留了。绝无可能！锦荣心地温良，绝做不出这等下作行径。皇后娘娘马上就到了，锦和作为今日集锦礼主角，绝不能失礼。快把她寻来！娘，女儿有件事，不知该不该讲。方才丫鬟看到锦和妹妹与一外男进了内院花园，他们现在消失无踪，难道是在哪处出小亭或厢房？私会。王爷不担心，我去应付。您从小窗离开，今日之事，臣女绝不透半个字。那你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醉酒误事，相信姐姐不会为难我。臣女从没想过要用此事要挟王爷什么。多谢。妹妹，你若不答应，姐姐可就要推门进来了。妹妹不答话，姐姐就当你是默许了。姐姐，我有些醉了，在这里小起。妹妹的声音为何那么沙哑？醉酒会伤了嗓子吗？许是醉酒着了风寒。如此，那姐姐我更要进来看看了。锦和，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？娘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妹妹，你该不会是跟哪个野男人在这屋里行苟且之事吧？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早说你回府要严加看管。你养母是青楼舞妓，你被她带大，耳濡目染，难道也跟那群妓子一样，一刻也离不开男人？姐姐，我的养娘再不堪也是你的生母，你要口下留德。什么？锦荣的生母竟然是青楼舞妓？一个妓子
被我这城张口评价2句，也算是他死后荣光了。在吉壁礼上就敢与人苟合，难怪你的声音是哑的。奸夫是谁？姐姐，你怎能无凭无据污蔑我的清白？姐姐一口咬定我有奸夫，又带着这么官宦贵妇来，难道是有预谋的来捉奸吗？我今日莫名醉酒不省人事，难道是姐姐的安排？你是不是清白的？只看屏风里有没有奸夫便知。让开！他果然没忍心让我一个人面对烂摊子。转过身来。奸夫是本王，你可满意了吗，锦荣？参见陈王殿下。王爷，怎么会是王爷？姐姐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声音哑吗？当然是因为姐夫弄疼我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你！在我的印象里，锦荣一向温柔体贴、贤淑之礼。可是刚刚他那样刻薄的步步紧逼，还面目狰狞的咒骂，跟个泼妇无异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锦荣吗？简直判若两人。又或许这才是他的本性。我在皇宫长大，见过太多勾心斗角的笑面虎、双面人，难道锦荣也是其中之一？王爷，妾身是怕你被人下药陷害，才会急得失了分寸。妾身与王爷同窗多年，最了解王爷。您向来克己复礼，谦卑不倒，今日怎可能醉酒到如此失态的地步？一定是有人在酒里下了药，图谋不轨。姐姐含沙射影，是想污蔑给陈王殿下下药？不是你还能有谁？这件事唯一的受益者就是你江锦和。要证明也简单，请个大夫把脉，看看王爷是不是中了毒。传太医。江锦和，这次看你还怎么躲？去前厅请李太医。只要太医检查不出来你中药，你就死定了。王爷体内阴阳失调，火热内盛，是典型的春药伤脉象。此乃烈性淫邪之毒，若不能及时输血，轻则伤及根源，重则气血逆流，丧命。是谁如此阴毒，敢对皇子下药？你们丞相府是不要命了，敢对陈王殿下用这种手段？王爷息怒，臣教管不严，府中竟出此等祸事。爹娘，你们不必告罪。陈王殿下仁善厚德，不会怜责无辜之人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出下药之人。锦和，你敢让太医也看看你的脉？如果你也中了淫毒，如果你脉象正常，你始终清醒，碰到神志不清的王爷，该做的是为他请太医寻药方，而不是诱拐他上床。妹妹这么做，不就是想攀附陈王府，当上陈王妃吗？别装的好像被人强行破了身，你就是想在吉吉礼这天逼陈王殿下娶你为妻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给王爷下药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没有，你躲什么？殿下，这药如此歹毒，如果两人一起中药，江锦和才算无辜。如果只有殿下意乱情迷，而江锦和始终清醒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他自己下药勾引皇子。明知陈王与锦荣两情相和，就差一道赐婚证书，这江锦和是想抢了这门好婚事吧？生米煮成饭，倒逼王爷娶她。虽说血缘可贵，但流落在外18年，还被那种人养大，这样的亲女儿，还真比不过锦荣这样精心培养的珍贵女。江锦和，你也别装了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想争抢锦荣的姻缘，才暗中算计王爷？这可是你的吉阴礼，当真做得出来？瞧瞧他那副模样，真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。装得越像越有鬼，到底是青楼里长大。同为女人，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自小被养在外面，养娘还是个青楼女子，难免学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心虚什么？让太医看看你的脉象，一切都清楚了。王爷不敢让太医看脉，就说明你心里有鬼。锦和，让太医看看你的脉象，若你是清白的，便能服众。看他那心虚的样子，就是他下的药，没跑了。
王爷，他都心虚成这样了，还用得着验吗？住嘴！事情尚未定论，谁准你们如此议论？皇宫伴读时没学到半分教养吗？这脉象如何？他没有中药，他撒谎了是不是？这脉象与陈王殿下一模一样，造促春药伤后的气血虚弱之症。你说什么？两人应是同时中了烈性刑毒，且锦和姑娘症状比王爷更加严重，发作时神志不清，所思所为不受把控。若其间犯下大错，实乃无辜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太医一定看错了，一定是看错了。老朽在太医院当差40余年，倒是第一次人质疑老朽的医术。如果你没掏鸟，你心虚什么？太医要跟你把脉，你躲什么？愤怒吧，只有这样，大家才能看清楚你的嘴脸。我怕太医把脉时会暴露这些痕迹，有损王爷清誉，更不符世家贵女的端庄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他竟真是无辜的，那下药的会是谁？难道宴会上有刺客？我刚刚好像看到锦荣给王爷和那和魏真千金都敬了酒。就算江锦和也被下了药，也可能是他为了陈王府的荣光，以身入局，兵行险状。你说完了？哥哥的意思是说，我为了攀附王府，不惜抛弃清白，不顾性命安危，给自己下重剂量的淫邪毒药。世上真有人会贪婪愚蠢至此吗？还是在你眼里，我就是如此不堪之人？在你们眼里，我真是如此不堪的恶人吗？爹娘，我才是与你们流着同样血液的亲女儿啊！江锦荣污蔑我时，何尝不是在污蔑家所有人？娘，王爷，还记得我说的话吗？你和我都喝了江芷蓉敬的酒。我敬的酒没有问题。下药不一定要在酒里，也可能在器具上。王爷，让人把他敬酒时用的酒壶和杯子拿来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去查他敬酒时用的酒器。王爷，你怀疑我吗？我们相识多年，我什么品行你能不清楚？锦荣，你是什么品行？本王的确要再考察一二。就算杯子上的猫腻被发现，及肌理上接触过那套酒具的不止我一人，未必就能把罪名全定在我一人头上。我清者自清，不怕王爷追查。难道我猜错了？锦荣那么笃定，真的不是他做的？我要检举，段源欲行不轨，冤枉！张生污蔑我！怎么会是这个跪倒在这里喊冤的男人，就是前世我夏家的书生段源？王爷，相巧，今日一早，段源就鬼鬼祟祟往内院花园而来，我怕他冲撞贵人，便跟踪过去。果然见他藏在假山后，鬼祟张望。后来锦和小姐跌跌撞撞来到内院，段源直接从假杀出来，四处寻觅，一间一间推门，像在找人。如果没有顾九正，如果我真的中药，就算我躲进厢房，也会被寻来的段源吃个干净。我将他擒拿时，从他身上搜出这条催药的方巾。如何？这方巾里也测了阴毒。这书生是想对锦和小姐图谋不轨。放肆！是谁指使你在相府行此龌龊之事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前世我与他做了3年夫妻，知道他这个人又蠢坏。事到如今，他一定会为了活命供出江锦荣。我甚至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等他张嘴。敢指使我干这种事的，当然只有江后驾到。就差一点点。皇后娘娘可是他的大靠山，皇后从前一直喜欢他，不止一次暗示他是看好的太子妃。那是皇后之前赏赐给他的宝物，现在皇后来了，我这点伎俩，在他面前怕是班门弄斧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娘娘，江锦和用青楼的下等路数设计勾引了陈王殿下。
无媒无聘，私下苟合，极为不贞，赐你白绫自绝。本宫会成全你死后体面。母后，江锦和也是受害者。你怎知他纯而无辜？女人的心思你看得透吗？你别跟你父皇一样，被人骗了还替他数钱。母后，若说失真，今日儿臣也失了君子的忠贞。母后既要赐死，不如多给一根白绫，把儿臣也叫死了。不问前因后果便下杀刑，母后这么做跟滥杀无疑有何区别？还有你们，皇后在场是来主持公道的，一个二个的都哑巴了不成？回皇后王爷话，今日江锦荣敬酒的酒具上确有淬毒痕迹。回皇后王爷话，今日江锦荣敬酒的酒具上确有淬毒痕迹。此毒即为民间猛药配鸳鸯。今日王爷和江小姐之所以失态，罪魁祸首便是他们。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这些酒器不知道过了多少人的手。王爷、娘娘，女也是被人陷害的。锦荣，难道是你在贼喊捉贼？娘娘，我没有。我本以为江锦荣必死无疑，此事昭然若揭，是书生段元对相府千金起色心歹意，潜入内院往酒中下了药。把段元带下去，严加审讯，按律处置。我只是个办事的，主谋是江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幕后的主凶是……从今日起，江锦荣其禁足思过，没有本王命令，不得出阁楼半步。我明白了，顾九昭把所有罪名都推给段远，只为保下江锦荣，为此不惜把我精心送上来的所有证据都毁了。母后，江锦和阴差阳错替儿臣解了银毒，他既无辜，儿臣愿为他负责。父皇本就有意让陈王府与相府联姻，江锦和是相府真千金，那么婚约就由他来履行。九昭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会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，迎娶丞相将江锦和为陈王妃。他用这桩婚事替我挡了皇后的杀心。陈王需要相府的文臣势力，皇后也明白江锦荣不无辜。罢了，你自己去跟你父皇请旨吧。谢母后。王爷是在跟锦荣赌气吗？明明与王爷两情相悦的人是我，今日你怎能说要江锦和做你的王妃？你知道江锦和流落在外时是被什么人养大的吗？他手段肮脏，今日你们都被他骗了。锦荣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本王面前撒谎，这杯子的杯沿和杯底都淬了毒。太医验过，任何液体灌进去都会立刻变成烈性银药，在酒里下毒太容易被发现，所以你选择在杯子上做手脚。如果本王没猜错，段元也是你安排进内院的。你想给江锦和下药，再安排段元毁去他的清白。如此，相府千金便只剩下你一个，你又是唯一的陈王妃人选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在酒盏底部做了红色记号，可记号太隐蔽，你竟然弄混了杯子，把毒酒也敬给了本王，所以才有今日这出闹剧。金荣，你甚至想借我母后的手要了江一和的命，好一个借刀杀人！江锦荣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利用皇室来谋算人命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王爷，我的确是想给江锦和下药，那也是因为他跟段元本就私下讲好。我只是想成全他们。江锦和还说他想跟段元私奔，我只是在他吉礼里这天成全他们而已。就算事情败露，他还是要给我泼进脏水。这些话半真半假，旁人就算不信，也会心生猜忌。我没想过算计王爷，我怎么敢？是江锦和，是他把杯子趁乱调换的，所以才害了王爷你。
王爷，妾身仰慕您多年，做梦都想成为您的发妻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？这一切都是江景害的，他才是陷害王爷的人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侍卫都调查清楚了，那套酒器从头到尾只有你碰过。还有段源，他房中搜出一张江氏银票，上面沾着你身上的奇兰香，这香你从小用到大，本王绝不会判错。这些证据我没有让人直呈给母后，我还让人搅烂了段源的舌头，否则今日被母后赐死的就该是你了。给皇子下药，罪可诛九族。江锦荣，本王今日护你一次，算是还了你这些年的痴情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与你再无其他情分，你别想做陈王妃，也别再针对江景和。你如今针对他，就是在针对本王。王爷，你说这样的话是来诛妾身的心吗？我与江景和的暖情酒还是你亲手递上来的，锦荣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此人想毁我清白，两位大哥可否让我解一解气？姑娘是未来的陈王妃，自然可以，只是怕脏了姑娘的手。不会，我只捅他2刀，绝不耽误你们正事。前世他在房中打我时，我也拿起刀反抗，但他丝毫不惧，甚至还调笑。这个男人玷污我的清白，羞辱我的人格，毁了我的健康。劳烦二位继续，今日之事尽可告诉陈王殿下。顾九昭是有情之人，所以我能利用他，但他的情也会阻碍我的复仇。我必须想办法让陈王以及整个江家彻底厌弃江景荣。我要把战朝的野鹫彻底驱逐出去，滚回该去的地方。聘礼都送到了，你安心待嫁便是。宫中圣旨已下，父皇那边我也去过了，一切都妥了。王爷可以帮我带上吗？不好了，锦荣小姐在阁楼上掉了。明明是我的好日子，所有人却都去关心她。我不想活了，我没脸活了，我做错了事就该以死谢罪。你何苦这么想不开？事情过去了，没人怪你。锦荣，你还有爹娘，我们都把你当亲女儿。你犯了错，我们也愿意陪你一起改过。是啊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哥哥给你顶着。你罪不至死，不必如此。你罪不至死，不必如此。若没有王爷，锦荣生不如死。王爷，锦荣有些喘不上气。原来有人兜底的人生是这样。前世我身败名裂时，这些去雀群只恨不得快点把我扔出去。这样哄人的话，他们从未对我说过。他看我的眼神像施舍弱者，看他的眼神却是放不下的情意。有情之人的刀从来都会先割伤自己，我要做的就是让这把刀彻底劈向他。你为什么让人把喜糖送到我方阁？存心让锦荣难受是吧？哥哥，我只是想让他也尝尝喜糖的味道。太医说他心思郁结，沾沾我的喜，说不定心病好得快些。你还敢阴阳怪气？哥哥误会妹妹了。既然哥哥来了，不如替妹妹尝尝哪个口味更好，也好在大婚那时招待贵客。谁稀罕沾你的晦气？不必捡了，你去告诉爹娘，哥哥今日和我吵了一架。奴婢明白。中午过后，整个相府都会知道，江浩宇为了江锦荣，跟亲妹妹翻脸了。锦和，大哥今日因为我跟你起了争执，我已经说过他了，
你们真是兄妹情深啊！我在这个家18年，不是亲兄妹也胜似亲兄妹了。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想要的太多。病了这一场后，我已经想开许多了。哥哥在御燕阁等你，想亲口跟你道歉。看在兄妹情分上，你不好驳他的面子。我知道你对我有些误会，但若不去，怕会落得个不敬兄长的名声。你不知道，皇室对名声看得极重，我如今是嫁不进去了。但锦和，你也别丢了相府的脸面啊！这是在相府，是你的家，怕我吃了你不成？好啊，我随你去见哥哥。我倒要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，还是跟他一起去看看。配鸳鸯有股淡淡的异香，进去见哥哥吧。这异香常人轻易闻不出来，但我不一样。进去见哥哥吧。前世今生，我都在跟这位药打交道。江锦荣，我在青楼时就见过这招了。什么？诱拐少女，送羊入虎口的招数啊！姐姐，江浩宇对你可不只有兄妹之情，你好好面对吧。去陈王府通报一声，就说江锦荣不知之所踪，恐怕又要寻请陈王殿下过来看看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还会顺道告诉丞相和主母。好，蝶儿，去吧。王爷，你们可找到姐姐了？锦荣她会不会真的在里面？姐姐她会不会真的在里面？王爷，锦荣应该是在御燕阁里休息，内宅的事，不如就交给我。你竟敢引诱我儿子做这种事，你对得起我们的杨玉珍吗？王爷，王爷，不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。王爷，姐姐定是无心之失，或是醉酒误事了。王爷，这下他对江锦荣该彻底绝望死心了。如是。我扶王爷去前厅歇息。爹娘，孩儿是被下药了，这不是孩儿的错啊！是你，江锦和，你好歹毒，你好盗毒，你竟然让我……我不知道姐姐在说什么。哥哥中了药，那药只有姐姐你有，也只有你有这种前科，在这贼喊捉到什么？你……若我没猜错，姐姐是看自己嫁不了陈王殿下，又怕被相府厌弃，所以豁出脸面也要争一个相府儿媳当一当，是也不是？你这个贱人！你一回来，我们家就乌瘴气，分明是你陷害我们。江锦荣给你下了药，你催我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？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哥哥多紧张锦荣姐姐啊！反正两人没有血缘关系，不如就成全他们，让锦荣姐姐做我的嫂嫂吧。爹娘，事已至此，我愿意嫁给浩宇哥哥。爹娘，不如我就娶了锦荣吧，反正她本就是养女，自小养在眼底下，你们知根知底，这样的儿媳也放心啊。放肆！你们放肆！从小到大，娘从没舍得打你，就算当日得知你并非亲生，我也从不忍心责怪你。江锦荣，
你本是青楼女子所生，在我相府享18年荣华娇养，我何君精心培养你做大家闺秀，为你谋划前程，看你甚至比亲生女儿还重，可你是怎报答我们的？及笄礼上你算计皇储，拿江家酒屋开玩笑，如今你又算计的养兄，你是想毁了我儿子的前程，毁了我江家100年经营，你这只害人的白眼狼！当初我就不该心软，就该把你赶出家门。爹，喝药吧。太医说您是急火攻心，跟陈王殿下的症状一样，喝了药就能好。和儿，是爹爹错了，爹爹不该偏心一个外人，冷漠我这么好的亲生女儿。都是爹娘不好，主由蒙了心，竟去偏袒那样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们对不起你。原来他们知道，只是板子没打在痛处时，谁也不愿承认。爹娘，你们别这么说，现在江浩宇要被养废了，家族能阿住的只剩我这个准王妃。这声对不起，是给未来的太子妃听的。爹娘，你们这么说就折煞女儿了。女儿明白爹娘的苦衷与不易，从来不敢有怨。此事连陈王都亲眼看见了，该如何收场才好啊？无论如何，江锦荣是断不能再留在相府了。不如听女儿一言。哥哥对江锦荣动心，是因两人自小一起长大，离得太近，只要把他二人拆开就好。和儿仔细说说。女儿的拙见是，让陈王殿下把哥哥调去边境磨练2年，让他一边思过，一边立功。若只在皇城的金窝里养着，对哥哥的前程也不好。有理，那个养女如何处置？锦荣姐姐在皇城多年，也算小有名气。若相府直接将她驱逐出府，只怕惹人非议弹劾。不如就给她配门婚事，让她远嫁出去。如此，我们相府仁至义尽。和儿不愧是我的亲女儿，纵横谋划，有我年轻时的风采。我给你生的女儿岂会差了？从前他们看我如草芥，如今看我如珍宝，变的是我还是他们的处境？我分得清，我分得清。可这一时半会儿哪里去配婚事？那日检举段员的书生张文轩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人还算正直老实。那张文轩连功名都没有一个。罢了，他原本也是卑贱出身，配张文轩都算他高攀，我何必替他筹谋？爹娘，夜深了，先歇下吧。明日一早，女儿再替你们分忧。小姐果然信守承诺，婚约的事，相爷今早已亲口跟我说了。当日我遣你去假山偷袭段员，这事儿你做得很好。我答应过你，事后会给你安排桩好婚事做酬谢，把江锦荣许配给你，你可满意？太满意了。虽说是个假千金，但毕竟是相府精心培养的，算小生高攀了。前世姐姐挑了个凤凰郎来回我，如今我原样还他。张文先比段员聪明几分，但也只是第2个段员，足够配他了。回去准备吧，婚期不会拖太。是。你没放糖？不好意思，王爷，我又忘放糖了。你们小姑娘不就喜欢吃甜的吗？居然还能忘放糖？小时候跟在我养娘身边，她不让我碰家里的糖，说糖很贵，我不配吃。那是我意乱情迷，竟没身上一宿这样一旧伤。谁上的？王爷别问了，说出来怕脏了您的耳朵。说。那日姐姐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是妓女养大的，她没有污蔑我。我的养娘就是江锦荣的生母，却是青楼的舞妓。她怀了客人的孩子，寻不到父亲，
便凭花魁的人脉打听到丞相夫人那日要上山，把待产的夫人进了破庙，在破庙里两人一起生产。他调了包，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相府，把我留在了身边。我8岁那年，家中突防横祸，母亲身陷险境。伤好之后，养娘骂我，说我的歌变丑了，以后跳不来好看的舞。后来她嫌我胆小错懦，让我去街头卖艺献舞。我还记得那天在街上笨拙地跳着，正巧碰见丞相府的千金马车路过，那马车好华丽，挂着羽毛风铃，远远就有兰花的香气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我看呆了。养娘捂住我的眼睛，厉声说：“人家是千金小姐，不是我这种人能窥探的，连羡慕都不准有，因为我永远不配过那样的生活。”可没过几日，她又指着巍峨的相府说：“将景很苦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她只是想她的亲生女儿了。她逼我练好舞蹈，好带她进相府看一眼，而且进相府的前提是她要我划破自己的脸。王爷，你是不是还没见过我跳舞？对不起，锦和，当日我不该任那群人拿你过往的伤痛羞辱你，江锦荣抢了你的人生，我不该让他再伤害你。我没事的，你看，现在已经苦尽甘来了。其实我对王爷的情不比江锦荣少，王爷可知我是怎么被认回相府的？是你在朝堂肃清贪官沈家，我的那养娘的青楼就是沈家销赃的窝点。那日官兵调查青楼，领头的正是我娘亲的哥哥大理寺卿。舅舅发现我和我娘小时候长得很像，起了疑心，一路查下去，才把我认回了相府。我心里很感激陈王殿下。原来我们早有缘分，差一点儿就跟你错过了。当一个男人开始心疼你，对你感到愧疚时，离他爱上你不远了。锦荣那边，娘替我多照看些。路上小心，到了边境好好立功。这些嫁衣首饰也太敷衍了。江浩宇可是丞相独子，以后我就是江家的女主人。就算时间苍迫，你们怎这么怠慢我？江锦和，你还敢来？我为何不敢？做亏心事的人又不是我，给江浩宇下药是你干的吧？你故意让他来激怒我，再借道歉的名义把我引过去。江浩宇中了药失去理智，他力道又很大，只要我进了那个屋子，你就会从外面把房门锁上，然后等到时机合适再去惊动爹娘和陈王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成了与亲哥哥乱伦的罪人。不仅爹娘会厌弃我，陈王府的婚事也会毁于一旦。姐姐好歹毒的心思啊！知道我为什么能轻易识破你的计谋？因为这样的招数，从我记起就在花楼里见了无数次了。你在相府长大，对这等阴私算计的后的手段却能无数自通，骨子里竟这般不择手段，行事满是狭隘与算计。你敢羞辱我！江芷蓉，你记住，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再得意又如何？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都得喊我嫂子，敬我做长辈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到今日还不知，你的好婚事，新郎不是我那位好哥哥。等你坐上花轿，掀开盖头，自然就明白了。江浩宇呢？今日我与他大婚，他怎么一直露面？娘子，可是在找我？张文轩，怎么是你？娘子说笑了，不是我还能是谁呀？来，让为夫扶你下来。娘子，你好香啊！
放肆！你就不怕江浩宇把你逐出相府？你说大公子啊，他早就投军去了，前日出发，如今已经到边境了。你胡说！他要是不在，我嫁给谁？娘子还不知道，你今日要嫁的人是我，丞相大人早把你许配给我了。今夜就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。不可能，爹娘不可能这样放弃我，江浩宇也不敢这样负我。娘子早就身败名裂了，丞相府没人愿意再保你，你如今唯一的归宿就是做我张文香的妻子。别闹了，耽误了吉时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我要见丞相，我要见主母。前庭是陈王与陈王妃的婚礼，你一个外人，相府的场面。外人，我是丞相府的嫡女千金。丞相府只有一位真千金，那就是江锦和。你不过是调包过来的赝品，丞相早已不能容你。你与外人无异，识相的坐着花轿离开相府，否则别怪我们动手驱赶，让姑娘你脸面尽失。不可能，占了千金位置那么久，忘了自己只是战朝的野军了。把他给我押上花轿，别误了吉时。这不可能！我是丞相的千金，我是陈王的心上人，我最差也能嫁给丞相嫡子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？爹娘，女儿好委屈！把他嘴堵上。别费力气了，别老想什么相府千金陈王妃了，那都是别人的，你呀，跟我最配。别卷的，你受着。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婚礼，可惜是别人的。王妃气色真好，这满月宴办得比宫里的宴席还体面呢。还望在王爷面前替臣美言几句，臣负此前事宜，承蒙王爷宽宥体恤。王妃。当年在玉楼的事，是臣年少无知，受了小人挑唆。这杯茶，算臣给王妃赔罪。各位近日可有江锦荣的消息？江锦荣，我都已经忘了有这么一个人了。赝品就是赝品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世人只记得真明珠，谁去记个假榆木啊？当年他教唆我们做了不少荒唐事，王妃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还以为你们这些昔日之友会想着他呢。谁跟他是老友啊？王妃可别开我们的玩笑了。看戏有趣多了。妹妹，当年是哥哥糊涂，那些混账话，那些混账事，哥哥今天正式向你赔罪。我们是血亲，这些往事我不会放在心上。哥哥也要往前看，早日立下更大的功才是。我凯旋的路上，路过松阳县，见到了江锦荣。哦。他求我带他回京，我没有答应。看着形容狼狈，过得并不好。哥哥心疼他，怎么不把他带回来？王妃说笑了，她虽舍不得江姓，但早已不是江家人，何况已嫁作他人妇。况且当日那等荒唐事，也是他给我下的药，我早已清醒。那哥哥跟我说这个是为何？王妃，妹妹，可否为我寻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婚？人尝到了全旋的滋味，就不会再被情爱纠缠。殿下，我是锦荣，让我见太子。殿下，是我是锦荣啊，我是锦荣啊。玉儿方才吵着要爹爹抱，我先去哄孩子。去吧，这事我来处理。别着凉，也别为这种人费太多心思了。殿下，我是锦荣，我是锦荣啊！别叫了，你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你。妹妹，求你施舍我一二，我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。张文轩他吃喝嫖赌，抽我的血，吸我的死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拦过哥哥的队伍，他对我视若无睹。我求到相府，相府对我闭门不见。
我只能来求妹妹你了。以前都是姐姐的错，求你救救我，随手赏我点什么，让我能在皇城立足好。这簪子可够。去死吧，江锦和！这不对，梦里不是这样的。梦里做太子妃的是我，沦为其夫的是你，是你抢了我的气运。相府千金是我的，陈王妃是我的，太子也是我的。何时想起来的？3年前，出嫁那日摔破了额头，便都想起来了。好啊，我生怕你想不起来。这3年你一定在想，我拥有的一切本该是你的，凭什么我抢了你的一切？你一定很痛苦，夜夜不甘到睡不着觉，白天光是想想都能气到呕血。人虽活着，却深受无间之苦，是不是？姐姐可有勇气如前世的我那样杀夫出逃啊？看来张文文还活着，也好，我会派人把姐姐送回她身边。毕竟你们这桩婚事还是我金口玉言撮合出来的。是你推我进这个火坑的！殿下，锦柔好疼啊！撤了，不必管他。娘亲！江锦荣捅了自己一刀，倒在雪地里唤你名字，等着你去救呢。你跟我说那些做什么？来看看，今日我手把手教玉儿写了字，是玉儿娘亲的名字。玉儿真厉害。我呢？玉儿的爹爹厉不厉害？厉害。